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這個川普真的失控了嗎？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是这個白宮有一場看似是美日同盟的一場會談，結果變成了大型的羞辱現場。川普當着高市早苗的面直接翻出了歷史傷口。他提到了當時的珍珠港事件，他語帶奚落的說：“誰比日本更懂奇襲呢？”高市愣住，也只能強顏歡笑。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Right? You know, he's asking me, do you believe in surprise? I think much more so than us. Very proud. 好，我們可以看到高市早苗被奚落了之後，現在畫面從畫面上看起来真的是尷尬的要死哦。那川普呢，當時他也要求了說，日本你應該要護航荷姆茲海峽，結果沒有想到高市他也暗藏玄機，他怎麼樣反將川普一軍呢？他搬出美國起草的這個日本憲法是有限制自衛隊行動的，所以他公開對美國說的意思是這樣嗎？不是我不幫你，也是當年你把我給綁住了，所以我沒有辦法出動我的自衛隊啊。所以這個高市早苗有沒有希望趁機在這個時候修憲，向美國討價還價？那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在這個場子說這樣子的話，有沒有當場羞辱盟友的意思？酈將軍怎麼看？這兩個國家元首在一起我覺得川普講這種話，對高市早苗講這種話我用台語來形容，叫做孤丘逼不畏，逼丘孤逃爹爹，就是50步笑百步的意思。然後之前這個美國這個現在川普來講，在讥笑說日本當年用偷襲的方式打我美國可是你川普現在不就這次也不宣而戰，對人家伊朗發動攻擊，尤其是這次，這伊朗本來一直認為在2月26號的時候，這跟伊朗這邊談判還有一些進展大家雙方有機會達成一個共識可以簽下一個和平的協約，就沒想到這個美國居然用偷襲的方式，其實就軍隊來講的話也是不講武德，因為你沒有經過宣戰，不符合戰爭法，也不符合國際的規則當然那時候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美軍來講的話有2400人的陣亡這個美國將當天定為國恥日是非常羞辱的一天。當然之後也因此而展開所謂的太平洋戰爭那最後當然是美國能夠戰勝日本。那時候麥克阿瑟到了日本之後草擬了日本現在的所謂和平憲法，所以日本現在的和平憲法限制他自衛隊，限制日本的軍隊不可以到國外去作戰，是那時候麥克阿瑟這個幫他擬定的。那現在你川普居然叫人家高市早苗要出兵到荷姆茲海峽去護航，那這個我覺得高市早苗這時候也很尷尬，歷史都是很弔詭的高市早苗講這種話，所以我當初就是被你閹割的那你現在你叫我怎麼去幫你打仗呢？我就手腳被你綁住，我沒辦法幫你打仗但是很明顯的，以高市早苗他一直想要，我們之前討論過很多次了，日本一直尤其是高市早苗他右派的思想極想恢復所謂的軍國主義，那也想修改所謂的和平憲法這個在這種狀況下，那會不會利用這次的機會跟美國要求這個放寬他的自衛隊的能力，讓他有機會能夠修改他憲法那恢復所謂他自己所稱的一個正常國家，讓他軍隊可以參加海外的活動。我覺得這方面來講的話大概日本是打這種算盤，但是美国會不會同意？我覺得以川普來講，他有機會會同意，因為現在我們很明顯看出來，川普這場仗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他不能夠同時應付全世界的兩場戰役，他光打個伊朗都已經是這個兵力相形見絀這個兵力不夠支配跟運用。那如果說在亞洲這邊，他當然是希望日本承擔起這個責任。那我想說，日本也願意利用這機會恢復他的軍國主義，建立他所謂正常的國家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國家元首見面，極可能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了。那美國將這個太平洋亞洲地區的防務責任交給日本，那日本也借這個機會來這個取消他的和平憲法的限制，讓他可以恢復所謂的軍國主義。
建立一個他自己所稱的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好，現在面對這一場美伊戰爭，其實川普的壓力很大哦。他尋求許多的盟友來幫忙護航荷姆茲海峽，那大家都說不，只有一個日本現在是不是有考慮要來協助突破憲法來協助美國呢？那另外一方面，川普的壓力除了來自於國際之外，還有來自於因為這場戰爭導致國內的經濟現在幾乎已經快要失控了。我們來看到幾個重要的指標哦，就是川普引以為傲的這個美股道瓊下跌幅度超過200點，那標普納指全部收黑，原油當然呢，它的期貨也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盤中突破每桶$100。聯準會主席鮑爾已經警告了，油價上漲接下來會持續的推升通膨。財長說了，可能接下來會宣布要鬆綁伊朗的石油制裁，來緩解目前油價太高的這個危機。美國的國債最可怕的事情是一直狂飆，到現在國債正式突破了39兆美元。7個月前要知道，當時還是37兆哦，那現在已經到39兆了。那預估到秋天可能會高達40兆美元，戰爭燒掉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漢庭怎麼看？川普還打得下去嗎？炮火一響，黃金萬兩；美債一漲，霸權虛晃。所以古往今來，任何霸權的更迭呢，不是死於外敌的入侵，就是死於自身戰略的擴張跟財政實力的嚴重脫節。所以美軍呢現在這樣子大搞，但實際上啊，目前第一個能源失控，油價飆漲。而第二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死灰復燃，甚至呢本來的這個所謂降息也要被取消，所以這對於要連任的川普絕對是巨大的打擊。而第三，也就是當前的財政黑洞，目前的美債已經高達將近40兆的美元。而且這些支出還要不斷的上升，所以目前的這個戰事已經燒掉120億美元了，而且未來呢還要再繼續增加。好，根據美國智庫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的估算，未來如果2個月總花費會在400億到950億美元之間。但這個只是看得到的哦，另外更可怕的是信用溢價的喪失。什麼意思？就全球的投資者看到美國為了要打一場排名16的國家，然後呢你也打不下去啊，然後你還瘋狂印鈔，甚至還要向盟友抽血的時候，那麼誰還願意繼續持有這個債權呢？所以橋水基金的創辦人達里歐他就講說，如果美國繼續這個打得不咋地，那未來很可能美元就會持續走跌，也沒有人願意去購買美債。而如果美國想要繼續大家來購買美債，那怎麼辦呢？那就增加利息，增加利息，哇，那美國又繼續還不完，所以它的發債難度跟還債的難度都會不斷的增加，形成了惡性循環。那怎麼辦？又繼續發鈔票，這對美國的財政都是雪上加霜。所以，這個當它的地緣政治以及地緣的信譽破產，就是大家之所以要用你美元，就是看你美國有軍事實力，就看你美國有償還能力。那如果在伊朗的這一戰，美國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跟展現出來，那大家當然就拋售美元啦，不會再購買美債啦，大家就看衰你美國啦。那長期以來，這對美國的打擊才是大的。所以在短期來看，川普為了要應付他的期中選舉，一定呢會幹嘛？哎呀，這個我們他會草草結束啊，我們勝利了啊，對吧？然後呢就下台了。所以呢，國內的政治壓力以及金融壓力都會讓川普啊一定要在可能的最快的時間來有一個戰術的勝利，或者是戰術的收縮來作為結尾。好，這是川普來自於經濟上的壓力。不過呢，人在衰的時候，是不是連自己人也都不挺自己人？因為我們今天要來看到，其實有3個人這個時候也突然間站出來說，其實美國你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打這一場不必要的戰爭。我們來看到哪3位？第一個是阿曼的外長，他直接開炮，就直接說了，攻打伊朗是美國最大的誤判，美國已經失去對外交政策的掌控，而且我們波灣國家原本啊是享有和平繁榮的，現在卻受到威脅了，全是因為你川普的原因。第2個人是美國自己的情報總監，他說呢，伊朗根本沒有急迫的核威脅啊，這個核威脅至少需要10年才能研發打到美國的武器。第3位是最近我們在討論的剛辭職的這位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爆料，他說呢，哈米尼是一個保守溫和派，他說他一直在緩和所謂的核計劃，是美國自己在去想有威脅。這3個人的言論，張將軍怎麼看？難道美國是被以色列操控嗎？我認為他是被以色列控制了，被以色列錯誤的這個把他帶偏了。那個結果，美國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這是讓美國犯下了重大的戰略錯誤。因為以色列要利用美國3件事情：
剛好美國上當。第一個，以色列要利用美國在國際的影響力，全世界這個國際影響力最大的首屈美國。這個以色列這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如果沒有美國背書，那以色列是面對非常大的國際壓力。穆斯林國家，穆斯林人口有18億人口，跟穆斯林國家相關的將近有50個穆斯林的國家是有穆斯林的。那你這樣子是不是把美國拉進來？國際的壓力由美國去面對，由美國去擋，是不是這樣？還有美國可以揪團，美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而且是戰力最強大，那美國揪团嘛？結果當然美國揪团，後來德國也拒絕，意大利也拒絕，西班牙也拒絕，澳大利亞也拒絕，那是後來的事情。所以以色列把美國抓進脫水，是第一個，就是有國際的影響力讓美國來背書；第二個是美國的軍火優勢，美國在中東的駐軍現在就有5萬多人，那還不包括後來調動的徵兵的，這個增加軍事上的部署。那這樣的話，美國在巴林、卡達、伊拉克、科威特、阿曼，還有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都有駐軍，還包括敘利亞，剛好是不是？我剛好用你美國現在的駐軍5萬多人，現在可產生戰力啦。那美國的火力也優勢啊，美國不只是 F-35、F-22也進駐了，空中加油機也進駐了，甚至包括了 F-18，還有包括了我們所說到的那個美國的 F-16都進駐，包含美国的 F-18。是。那這樣的話，是不是你這时候就為以色列去消滅伊朗的核武設施，就被牽住了嘛。第三個，全世界最大的航母的國家是美國，美國有航母優勢，因為要知道要形成一個戰略犄角，以色列去對這個伊朗實施轟炸的時候，但是以色列的南邊怎麼辦？那有美國的航母，林肯號航母也好，或者這個福特號航母也好，做戰略牽制，這樣的話，這個伊朗的這個南部的部隊不可能調兵北上，因為被美國的航母所牽制住了，一定要形成一個戰略犄角。所以我們可以從《孫子兵法》來看呢，上兵法謀，其次法交，其次法兵。你看看，你要先以極限施壓來逼伊朗來談判解決問題，結果沒有了，要打起來。上兵法謀，其次法交，其實才是用兵呢，就走到第3步。所以按照那美國上當了，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現在騎虎難下，你能不能這個連洗一半呢？能不能說不要了？不行了。所以你看，美國在這一方面，我認為這個沒有辦法。本來說要打4天的，我看呢，不是打4天，打到4月份可能還要再繼續打下去。是，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